人民是否同意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至于倒阁，就宪法上而言，行政院是被动的，我没有任何的评论。真的要让赖清德下台，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最好的方式是总统跟国会一起重选，总统跟国会一起重选。那要不然的话，你重选国会，结果赖清德还在这个位置上，这哪是叫赖清德的不信任投票啊？这个是送给民进党啊，选输以后要翻桌啊的机会。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康收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克浩，大家好。好，那整个国内来讲的话，是不是有史以来大概最激烈的一次政党之间的对决就要出现了呢？好，那你可以看得到，在昨天的时候，朱立伦下了军令，然后所有的党公职，包括所有的民意代表，全部都集结在北检，为了要声援黄李锦如。那今天凌晨的时候，黄李锦如被北检呢要求声押 ，OK， 那开羁押庭。朱立伦再下军令，所有的包括党公职所有这些人员聚集到北院外面。虽然都知道，我再讲一次，北院外面是集结这个禁制区，但这时候在政党对决下，大概没有这样一些考量，因为他们所有的事情都直指赖清德，包括所有的司法都认为是这个样子。那包括4月2号要再上凯道，然后要做大幅一些的集结。对国民党所有的诸侯来讲，昨天蒋万安到场，直接说他个人行为他自己负责，所有这一切的事情胜过蒋万安昨天在现场直接喊出了立法院倒阁。好。真的会走上这条路吗？如果要是立法院蓝白加起来的话，那当然有可能倒阁。绿营会是什么态度？就算倒阁了以后换行政院长，但是总统真的会解散国会吗？这国内政坛来讲的话，大概是最激烈的一次对决，到底会怎么样？一开始让你先看一下，蒋万安说要倒阁，来。今晚我个人的行为所有责任由我自己承担，同时我也在这里提出具体的主张。与其让执政者用不公不义的手段毁坏台湾，我认为立法院应该推动倒阁。如果赖清德总统因此解散国会，我们就用立法院改选来对赖清德总统进行一次不信任投票。台湾加油！任何能够让独裁者下台或者是悔悟的任何的方式，我们都没有排除，也会跟其他的在野党一起商讨。好，那你可以看到，川夏，这真的是火车要对撞了吗？基本上呢是做出火车要对撞的姿态，但是到时候能不能撞还有很多变数。然后现在呢，其实也看到像朱立伦，对不对？现在国民党真的到了十字路口了。而这个十字路口的危机是什么？到底是继续走下去，国民党立院党团先团灭，还是国民党党组织先团灭？因为国民党现在被烧到的是还不用那些立法委员到底2阶段过了没有，投票怎么样？现在状况是国民党党组织包含主委们能够平安的有几个？今天媒体上高雄也被收了，除了黄旅以外哦，今天讲说接下来可能会传出一文。对媒体上的报道，因为如果说只是黄旅是他各自行为嘛，但是如果高雄也被收了，当然目前的细节不知道嘛。3月的时候台南也被收了吧？那如果这么多的主委党部做的行为都一致，那都是你们自己心有灵犀，还是更上层？所以主工会上面会不会再上去？主工会上去的时候会不会是党主席？你到底在这中间的角色是什么？所以如果这个再一路下去，那本来呢？过去的时候呢，你违反这些伪造个资就剔除，是你们去年自己修的选罢法。现在现在人牵涉个资，牵涉什么5年以上，所以这个一下去之后，黄旅当然今天羁押的，然后到底怎么样？我们看要看羁押庭，要看羁押庭还没开庭嘛。然后这个整个情况，所以如果搞下去的话，是党中央先出事。那蒋万安就出来喊了个倒阁嘛。但是倒阁后面状况一定会被民进党吃豆腐。来呀。但是如果你是35-15，你国民党35个，2阶如果过了20个，那如果民进党是0人，我干嘛陪你玩？但是我吃你豆腐吃死。
然后吃死你豆腐，所以这个时候国民党光讲着倒戈，但是为什么要喊？至少现在气势不能输啊。朱立伦被骂死了啊，现在国民党内部里面说，你不是讲说去年11月的时候说要以霸制霸18种剧本吗？那现在剧本是剩下什么？原来是霸不了民进党，我们就霸朱立伦。他是国民党内部里面，所以以霸制霸已经是朱立伦是怒火中烧。那至少其他的人呢？我有都商行，我有气势，所以蒋万安顶多的集邮法18条3万块嘛，就罚3万块嘛。他换到是什么？我要有气势，所以喊出来，我以后就是共主，我就是一个反绿的，我有角色。那至于民众党在现在这个8席呢，有点尴尬。那齐凯是第一个出来，因为齐凯在民众党里面是第8名。如果解散国会的话，他的第8名可能是排不到的。但是另外一个民众党的尴尬是什么？国民党这么拉扯，这么拉扯之下，要是民进真的第3阶段投票，国民党被罢了10个人，补选就是那8席变成8席都对，那就变民进党在补选过半呢，那你8席就变成0了。所以民众党现在也在这状况，但是所以黄国昌话要讲得漂亮，我们要罢免赖清德，我们要么就解散国会、总统国会。所以你看整个情势里面，整个国民党坐困愁城，而且呢，朱立伦大我3岁，这样一个老人家晚上要熬夜，早上5点就要发脸书，他也真辛苦。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整件事情在未来，真的对国民党会产生像刚创下讲的胜或有团灭的风险吗？不是在讲立委到罢免会罢掉几席，现在火是整个烧出了，是烧到国民党各地方党部，甚或到党中央。从前几天开始，最早台南党部，然后台南地检，然后接下来大家看到包括台北地检、西北地检，今天包括高雄地检，甚或今天媒体在报道讲说，那接下来是不是会通知朱立伦是不是要到案？所有这一些，国民党那昨天开始动作非常非常的大，是要避免后续所产生一些状况吗？还是他们特别告诉你说，那不能让不公不义的事情，甚或让台湾一些独裁很多这些事，如果真的讲的话，黄旅为什么北检昨天兵分6路搜索约谈黄旅、景如这4个人，然后彻夜复讯以后，今天早上5点声押禁见。媒体上报道，据了解，黄旅、景如之所以被约谈，跟8547这手机又是手机 ，OK， 手机遭扣押有相当的关联。检调搜索约谈，那赖任这些被告到案的时候，怀疑黄旅、景如对死亡联署知情，他们怀疑他知情。经分析搜索扣押证据、侦讯内容，认为赖任等人只是前线负责联署活动的小兵。黄旅、景如是不是才是幕后的引武者？决定发动第2波的搜索。那检察官当然这过程当中认为有涉犯所谓的伪造文书、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这些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实主任有勾串共犯或证人及湮灭证据之余，有羁押必要，向北院申请羁押禁见。所以朱立伦昨天中午临时开了一个记者会，然后呢号召所有的包括公职人员北检见。好，那北检见下午羁押庭，今天如果再开羁押庭的时候，我们将再次集结，让僵化独裁的民进党听见人民怒吼的声音。民主黑牢关不了人民争取民主的决心，检察官做出违背民主的决定。那韩国瑜立法院长理论当然主席仪式各方面中，他毕竟是国民党。韩国瑜那国民党聚集北检抗议，韩国瑜高呼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那昨天大家在看国民党，尤其在我们的6都里面，国民党在4都里面，蒋万安到，张善政到，那大家就来看，包括侯友宜或是卢秀燕，侯友宜昨天没有到。那朱立伦当然他讲说，其他县市说公务繁忙，不用来，没关系。真正动员力4月26号，可是过程当中，包括卢秀燕发了重炮，那直接讲说，那怎么会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处理这些？侯友宜直接说4月26号凯到，他一定会到。那蒋万安昨天在现场，因为他特别受到瞩目，首都市长，同时在这个状况之下，你面对到包括警察要来执行，某种程度首都市长也是他们的长官，你要怎么样去权衡这些？蒋万安一开始就说了，他个人的行为所有责任自己承担，与其让执政者用不公不义毁坏台湾，我认为立法院应该推动倒阁，这个算是国民党里面大家倒阁的传闻讲了这么久，每次你看我们节目里面都有人讨论到。蒋万安这次算是在国民党里面的话，有真正实权的一些人，第一次喊出了倒阁。朱立伦直接说，任何可以让独裁者下台或是悔悟的方式都没有排除。那白营呢，单靠蓝营不够。那绿营虽然老柯直接说了，国民党讲话算数，嘿，要倒赶快提，民进党团会支持蒋万安，会不会不知道。但是蓝营现在看起来，因为蓝白之间在这次罢免显然是在同一个阵线，白营的8席那占得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蓝白合的话，那可以过半数。可是过半数最大的问题是，倒阁没有人说一定要重选。
可是过半数最大的问题是，倒阁没有人说一定要重选，倒阁那就行政院长要下台，然后总统得解散国会，也就是说，它就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个，那换一个行政院长嘛，要不然除了换行政院长以外，那整个国会解散重选。蒋万安说的倒阁，似乎感觉起来应该是要倾向国会要不要重选的方式。可是如果要是那就最后决定权在赖清德总统要不要解散国会才会有这一段。可是整个大罢免风潮，像刚创这样讲的，看第二阶段蓝绿之间各过多少，是不是都影响到后面一届的布局？可是这件事情影响到明贤，昨天我看到你有在现场，那慷慨激昂的一些发言，对你们来说，真的面临到整个国民党算创党以来最大危机吗？整个会是搞不好到最后有团灭的风险吗？其实我一直在讲说退无可退，退无实所，大家都觉得我们在开玩笑一样。可是到昨天，其实很多基层的群情激愤的一个样子。我昨天在现场啦，我下午质询，我下午是警政卫生，我今天会质询。刘世邦讲说，昨天到现场的不是朱立伦主席而已，昨天在现场所有民代，所有去现场，全部送地检署，全部送地检署，所以我会公开讲，我会自首啦，我会自首，我也不会逃避自己的责任。万安昨天我们陪他去，他不是第一时间冲进去，像佩君动作比较快，因为他人高腿长，直接搬过去了。那我是踩着他的不压着他的肩膀跳，不是踩，讲错了。我也跳进去，因为什么？昨天协调的时候让民众可以进去，结果所有民众都隔离在北检外面，完全隔离开来，为什么那么怕？当然，这里是禁制区，我们同意，我们知道禁制区。那进去的话，我们行使公民不服从嘛？为什么？今天不是声援朱立伦主席啦，也不是只有单纯声援黄旅而已，而是你不觉得说台湾民主言论自由说有倒退吗？真的今天退下去的话，我真的有时候在想说，过去在戒严时期，民进党的前辈他们在追求言论自由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感受到了这么攻下，然后就被威胁、被恐吓，所以到昨天。好了，创下来笑啦！你国民党动完来去啊，很多人老诶。昨天真的没有什么老先生、我不是这样讲，我的意思是说，国民党以前都是早上才能动员的。昨天现场去很多都是年轻人，而且是自主自发，而且很多都是上班族下班过来，而且待到很晚。真的就说。司法的手段是一个，当执政党掌握那么多资源的时候，你要罢免推动罢免的时候，如果不行的时候，如果有错假的时候，如果有死亡联署的时候，是不是行政裁量把这些否决掉？那结果不是啊！现在所有司法全国变得很肃杀，所以你不能说这不是蓝绿对撞的时候如果用这样子消灭在野党，台湾只有政党好吗？所以对在野党人士，不论是从政党员，甚至所有的支持者来讲，真的我们有一种很悲哀，就说有一种。群起激愤的感觉，昨天到现场很多人在哭我说为什么他们情绪那么激愤？就说你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就说踏过围篱冲破栏杆，冲破到北检前面的时候，我很多人说要冲进北检，我说不要。这些警察他们在第一线，他们很辛苦，他们很多都挺我们的。我从那个捷运站走过去的时候，警察很多都说加油，比赞。所以我们不是在抗争警察，而是在抗争说这个执政党中央跟抗争这个司法，你司法用办蓝不办绿，检调如何去侦办，还有包括所有的执政党的机器，所以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连包括昨天甚至韩国瑜很少针对这种事件讲话，他都跳出来了，说全民期待司法可以坚守民主法治的这一道防线，希望全民期待检调可以捍卫自己崇高超然的独立性。那如果当司法超然的独立性都没有，当立法院长韩国瑜都要这样讲的时候，你觉得昨天的力量凝聚，接下来下礼拜，甚至如果今天黄旅被收押，今天是礼拜五晚上你就今天人群会散掉吗？所以我觉得说，执政党要重视这个，包括卢秀燕也讲话，赖清德总统真的要这样子吗？所以真的会丧失到人民对司法、对执政党的信心。明显，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很多次，蓝营一直强调的就是有没有两套的标准，或是有没有轻罪重判或什么。我有讲过说，包括执行的方式，要不要要不要清晨去搜索，要不要带人，或者是用传唤，这些都可以讨论。是，但我们回到一个点，就是孰令置之。是，就是怎么会一件事情，就是很单纯的一个联署，一个很单纯的联署，怎么会搞成是这个样子？国民党内部从以前到现在，从上到下，对于这个联署，是不是从头到尾，说实话了，根本不觉得这是个事儿，就这样应付一下，或是说反正名册来送出去，觉得就行礼如仪走个场，
是这样吗？所以导致今天好了，这样讲，程序上、手段上是不是你们觉得太过？这个可以讨论。可是是不是自己前面做了一些，你就让人家拿到个把柄？会不会变这样？我同意，开始在联署的时候，确实党中央在研判说，民党到底跟你玩真了玩假。所以在预判敌情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轻忽了啦。就说，所以昨天我们去现场的时候，当然群情激愤，很多人哭，那也有很多人骂党中央，也有很多人在骂朱立伦，就说太软弱怎么样。可是我觉得现在你去检讨当初的决策，于事无补，而是你要面临到说，包括接下来可能预判的一个发展。黄旅今天有可能被声压，是已经是有可能收押，有可能被收押，被收押之后你怎么办？接下来比如说刚创下有提到你接下来联署你怎么办？二阶好，地方有联署点你怎么弄？台北市党部你要不要有代理？还有包括包括万安市长所呼吁的说要倒阁，倒阁是全部。如果假设总统说我就解散国会重选的时候，台北市谁来操盘？就说我昨天有建议说如果黄旅真的被声压，那被收押的话，那就是是不是说秘书长来站台？可是如果假设黄建庭、朱立伦也被约谈的时候，也被声压的时候，那怎么办？对，这么基层就是这样子啊！你连你黄旅伦压了，黄建庭你不会压吗？朱立伦你不会压吗？谁不会被压？所以我们昨天很担心，很多人在现场来讲，今天不是黄旅而已，接下来就是你，接下来就是我，所有人都会被约谈啊！就是有那种同仇敌忾啊！你都有这个民进党，你被安怎处理？所以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确实当初有预判敌情过于轻忽，在联署的时候过于草率，我也同意。可是你现在到于事无补，你现在不是去补破网的时候，去检讨过去决策怎么样的时候，也不是去挑战党中央的时候，而是要预判敌情，接下来因应接下来怎么去处理，而是未来的事情怎么去做研判跟补救。OK， 那位好，你说从朱立伦以这样这次碰到的所有这些事情，除了带人要直接上到北检外面，然后今天到北院，然后要去声援，然后虽然明知道是禁制区，可是大家显然都豁出去了。朱立伦一直讲。然后包括讲说什么独裁赖清德、疯狂赖清德，你们就这样司法大刀。然后明显刚才也有讲到说，反正就是要把所有的在野党都歼灭掉。所以真的是用司法还是歼灭在野党？我想国民党这一场这个挺死人联署这主张伪造文书是小事，不应该要法办的这场，我是觉得这个算什么？诚看吗？包围地检署。刚刚那个小武律师有提到了。那个司法单位是不可以申请陈前抗争，所以所谓的禁制区，那禁制区，如果你要去冲撞它，这个绝对对社会你要有相当的理由，你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嘛？那大家现在很清楚嘛，国民党当然会担心害怕了，因为司法单位开始真的认真的来办伪造文书冒名死人联署等这些事情。那过去啦，国民党的任何的首长联署了，不管是公投联署也好，罢免联署也好，通常无效票平均都30几%。那亡灵部队死亡大军这个是很稀松平常。较早都没代志，现在今嘛都有代志。所以他们说用了司法，说都是赖清德在弄，所以他们当然会紧张啦。那你有办法去说服一般的人民吗？你这个死人联署，你怎么交代呢？那同时呢，在这个整场里面，他一直强调赖清德介入，赖清德是独裁者。如果独裁者，你还可以去包围法院嘛？国民党蒋家时代，你去包围法院，你去包围看看，你还可以每天骂赖清德嘛？独裁者你还可以指责他骂吗？所以在台湾不要享受民主自由，然后再骂民主自由啦。独裁者不可以让你这样乱骂的。就好像那个国民党那个优秀的那个青年军正义青年了那么填什么纳粹，把纳粹当偶像。就好像那个国民党那个优秀的那个青年军正义青年了那么填什么纳粹。把纳粹当偶像，请问这个朱立伦也不敢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朱立伦有一点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司法开始来办这个罢免。他从开始罢免朱立伦就没有战略了，所以朱立伦现在你担心的我认为就是这些已经被传唤去的党工，他们跟检察官
认的是哪些事情。哦吼，台南也一样的，对不对？是不是？台南有2个被收押，包括副主委嘛，对不对？那台南他是叫了几十个去问。哦吼，那其他人大部分都请回，或者是或者是交保嘛。所以你国民党现在担心的是这些人去跟检察官讲什么事情？你觉得朱立伦会不会担心烧到自己？如果他有直接指挥就是说造成今天伪造文书状况的，是你下令的，那当然可以追溯到你。就好像这些就是被调查的对象。当然，他们手机当然这个是必然嘛，对，查你里面这种对话嘛，那对话的层级有多高吗？媒体上说为什么会查黄旅，为什么还有这一波，也是因为他有下令嘛，资料里面看，对啊，看是不是要再往上查。好，还有这些死人的名册，如果刚好就在你党部里面的名册，对起来，那种赶快，对不对？那总要有人负责吧。所以现在我觉得国民党不知道如何去，他没有办法辩解，为什么这么多死人？为什么这么多冒名顶替的罢免？所以直接就讲赖清德独裁。我们的鬼龙老千掉。我觉得赖清德好像变成公共财。黄国昌嘛，黄国昌嘛使用他呢。现在国民党也过来一起利用赖清德。来一夫，跑了这么久，台湾的包括在立法院、东豪、司法线，然后那么久，今天这个状况，好，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先从来一夫的。现在看起来，国民党真的面临到最严峻的一个状况。像刚才明显讲，黄旅如果今天被收押，而且是4个人被声押哦，台北市党部包括主委，包括总干事，包括书记长，包括第1区的算是执行长团灭啊，4个都被声押哦。如果真的收押，今天媒体上面报道，接下来可能会通知朱立伦到案。像他刚这样讲，不要讲第2阶段接下来怎么操盘了。那接下来国民党里面整个来讲，大人到底在哪里？接下来这个党到底该怎么走？用团灭两个字来讲不为过啊！如果真的发生这样，明显他们现在口口声声讲，你有注意到蓝营一直定调，就是赖清德发动司法，要把所有的在野党那白营加进来，是说从当初柯文哲到今天的朱立伦他们，从当初民众党到今天的国民党，是这样吗？当然。分2个部分哦，其实他们一直在说什么查对的部分等等等等，其实那是行政。你死亡联署有人代为签名伪造文书，这是司法。但是他们现在要拿行政上面去覆盖掉司法，说你剃掉就好了嘛，你剃掉就好了嘛。那剃掉那冒名签名的那些伪造文书可以不要办了吗？我先插一句话，因为我有问。以前的死亡联署确实是不起诉，对，为什么呢？因为死亡联署之后就是无效联署，韩国瑜那，然后他们检方是因为卢秀有特别提韩国瑜那一次，对，检方是统一见解，对，统一见解就是说，因为这不属于，因为已经是无效联署了，所以没有产生公共利益的损害问题。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就你看检察官每一个因为这是检方一致的见解。以前，昨天站在朱立伦旁边的徐宇珍委员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徐宇珍只有选办法，他们多了一个东西，新增的法则，选办法98条之2，对他们自己定的。以前选办法没有这一条，是没有。你新增的时候，它优于一般的伪造文书，因为这个新增法则，所以他就必须要处理了，就是我不能再拿那个没有公共利益的那个问题，对，它是针对选举跟罢免，而且这条主要是针对罢免，所以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本来是伪造文书，现在叫伪造联署书。因为以前是有公共利益的问题，那因为你最近选那个罢免行为的时候，那检察官怎么办？他上次那个不起诉的空间不见了耶。我不晓得国民党知不知道，你们那个时候把黄珊珊的版本改成徐宇珍版本通过，知不知道那一条文98之2那个新增条文的影响有多大？OK。因为法律是他们定的嘛，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用行政去覆盖法律。你现在发现他们用行政去覆盖法律，所以用查对你剔除就好了。那你说那个选办法新增的那个，其实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个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都已经讨论说这个条文是你们定的。当然，你今天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你看到黄旅啦、书记长易选居啊等等，他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一定查扣了所有手机在看，对，你们跟党中央
有没有密集联络？联络什么？什么时候开过会？开会的决定里面要罢免谁谁谁怎么做？他会拿出来看嘛？他会拿出来看，比如说474里面谁负责跟黄健庭联络见面，这个都有记录的哦。这个绝对有记录，我很敢肯定的一件事。罢免474里面有人是窗口跟黄健庭秘书长，对，100%有。好，然后你再看，市党部里面或是什么到党中央去开会，徐宇珍是主发部嘛？对，那主发部里面轻工系统又归主发部，又归主发部啊。所以你说这里面会不会？最麻烦的我就说手机扣了，所有的连结全部会连上去。那连结的时候，如果里面有谈到什么，需不需要问一下？为什么有人1月22号手机上面在回复的时候，1月22号就跟人家说一阶已经过了？1月20号怎么会回一阶就过了？为什么有人手机里面，你为什么叫他1月26号要去党部呢？一定去问一下嘛！你没有去，但为什么约你去？那这里面会不会往上发展？因为市党部都出事，那往上谁能指挥市党部？那就往中央走了嘛。那往中央走，其实说我约谈，并不代表说，党主席或是谁直接下令说用抄的嘛。因为他可能讨论的过程当中，总是要厘清你党部把各地方党部的主委、副主委叫去开会的时候谈了什么？为什么很多地方党部的作为都一样？跟你上面有没有直接关系？检察官也要厘清啊。好，那这一段就是你说，包括接下来会不会真的火一路烧到国民党中央？可是，在昨天的那一段，因为包括今天朱立伦又再下了一次军令，今天羁押庭外见。好，那显然就是黄旅这一块对国民党，尤其对朱立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看起来是一条红线，一定要守住这一条的防线。那所以所有的包括党工人员全部都要压在这，都好。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一块。这一块在昨天晚上你可以看到，包括一些激情的演出，然后包括去那个栅栏啊，或者所有这些的动作，有人讲说，第一个动作是要告诉他，你不要再往上办了，不要再往下烧了，要不然的话，那后果会更严重。或是这一趴已经某种程度是为了第3阶段，甚或再往后开始在铺陈，要把所有反绿甚或反赖清德的情绪全部都吹出来。分成政治跟司法2块，就政治上来讲，一定是这样做了。分成政治跟司法2块，就政治上来讲，一定是这样做了。一定是冲啦。然后这一包括蒋万安昨天完全不是以前那个温良恭俭让的。对，因为这个政治判断并不复杂。这个时候往前冲，你就会变leader了。那这个时候往前冲，国民党原来在做民调的时候，就一半的人关心罢免这个事情，会整个都可以被充分动员。那因为这个案子，这次这个案子办得很大，因为以前死亡联署从来没有这个样子，它也会影响一些中间偏蓝的人。政治上的作用力很强。不要低估这件事情。好，可是你说作用力很强，意思是说对蓝营来讲的话，他真的会把本来比较有些冷漠的会出来，冷漠的会出来，一定激出来，吹得动，一定激出来。而且要知道，台北市是这次的国民党罢免的重灾区，是本来以为是台中，结果是台北。台北国民党几个立委几乎都要达标了。大概只剩下看文山、赖士宝那边。所以蒋万安这个时候还能够在那边温温吞吞的吗？那当然对朱立伦的领导是有不满的嘛。不过我先讲一个结论，政治上国民党不会垮，国民党也不会团灭。国民党只会换一批领导人。为什么我讲国民党不会被团灭？国民党最差的状况都还有500多万票。2020年那次
如果你再往前算，2016年只剩400多万票。我知道最差有400多万票。朱一伦那个是例外状况，因为朱一伦那次很多票换注了，对，还有因为换注，还有因为有些票是跑到宋楚瑜那边去，那个是例外状况，不是常态哦。500万，因为就像民进党不会被消灭一样。2008年还是有500多万票嘛，马英九对谢长廷嘛，只是国会席次会改变嘛。可是台湾的政治发展告诉你一件事情，8年就回来了。民进党27还29席嘛2008年27席，8年内是不是重返执政？国民党是没有重返执政，8年是不是回到国会第一大党？不管原因，就告诉你第一件事情，台湾的政治发展里面，国民党或民进党都不会被团灭。但是领导班子、领导层会不会换人？会。08年就换啊，整个大换血啊。那国民党这次的问题出在哪里？他前面没有准备。我讲说，因为你修了选罢法，你增订以新增法则，对检察官来讲，当案子移送过来的时候，你认为检察官有什么空间？更空间已经没有了，也就是没有不起诉的空间了。只要你是，尤其是死亡联署的。你连闪都没得闪。那办案手段呢？当然可以讨论，好，那大家一定要关心徐宇珍，不是徐宇珍，徐宇珍是后面的。徐宇珍，我刚才讲太快了。那当然是黄陵啊，对。那这个事情要等哈，但是我觉得很怪啊。为什么说这个声押很有趣？应该讲很有趣。下面几个都交保，没有声押哦。对赖以任他们都用交保，重金交保50万，那表示什么？我要起诉你了，我足够起诉你了，我也不在乎你们有没有串证啊。我觉得我够了，我根本不需要申请羁押嘛。他们这几个不需要申请羁押，你押黄陵警如干嘛？你没有理由啊，因为他们会对到黄陵警如啊。所以他到底声押黄陵警如是要向上还是要向下？向下就是赖以任没有道理啊，下面都已经不合理嘛。对啊，向上。那黄陵警如要向上对谁？所以这就很敏感。黄陵警如向上对的人不多啊。对啊，就很敏感啊。对，陈秘书长就跳主席啊。对啊，就很敏感，没有人了。所以我说国民党怎么搞成这样子？黄磊对国民党来讲，台北市很多人是有照顾的，不用怀疑。他这个主委为什么能够当那么稳？那可是谁能解司法这个套？我也看不出来。所以现在只能等了，只能等。对，那政治上赶快就司法。傅昆萁闪过了，我想这一波下来就会把傅昆萁的问题盖掉了。可对国民党来讲，你还是要回去看一个，就是说，就算有倒阁，有国会改选，现在这样子的国民党真的会比你现在的52席更多吗？国会如果真的全面改选，国民党真的还会有52席吗？都好，就算区域是36对36哦。可是那个倒阁的基本逻辑应该是这样，我相信蒋万要讲倒阁，应该是说要解散国会，然后全面改选嘛。今天不可能只是要换一个行政院长而已吧？那都不知道。对蒋万亮他都赚到了。对，好，我们分两个，这个第一个就是蒋万安的政治判断，你刚刚讲嘛，这时候出来才能够当 leader。可是另外一个讲倒阁这件事情。就你说，就算选国民党现在会选的比当初好吗？可是他们现在的逻辑，某种程度是不是像刚创下讲，我如果20个过2阶，人家如果只过了2个，这场仗怎么打？国民党都看起来这个输面都大嘛。那我不如干脆大家全部都重来，反正都要选嘛，就调出保多啊，就干脆全部都这样重来啊，连带消灭台湾民众党。不是没有这个过程，你可以想象另外一段2阶段。如果白营要同意蓝营一起发动倒阁，那势必大家要先谈过吧。白营不是笨蛋吧？白营也知道现在的民调支持度吧？是。如果现在去选完，我的不分区，不要讲区域拿不拿得到，我的不分区不见得会有这样。蓝营，你要不要跟我谈嘛？不可能只有我牺牲嘛。吴哥，我都是这样嘛？我都帮台湾民众党想好了。如果民进党会支持倒阁的话，台湾民众党下一句话就说蓝绿联手要消灭白。
OK，他又会激出一群不一样的人。可是现在但是有可能他们真的要联手消灭白啊。还可以看到，白一定不会被消灭。明显，现在国民党到底怎么想的？你看昨天在北检抗争的时候，也有很多小草在啊。有，所以现场是因为他们昨天早上先去抗议那个柯文哲出庭嘛，他们先去声援嘛，所以两股力量，基层现在是汇集蓝白联手抗争执政党，所以未来第一个，我觉得说倒阁上2阶段，就说提出来，因为包括卢秀燕也认为说，今天有表态嘛，说每个人表达立场不一样，所以第一个党团要凝聚共识。我现在听起来很多立委说，与其被执政党这样凌迟，那不如说一次我就跟你决胜负。确实有这样的声音啊，慢慢凝聚。所以这个倒阁是跟所有区域立委大家有关的。所以分阶段，第一个，国民党党团应该会内部开会讨论。第二个，要跟白营也要有一个共识，然后怎么推。所以没有所谓的说像上老大这样讲说蓝绿就要消灭白营，这个太过于没有，你看黄国昌他们跟那个张启凯回应倒阁之说，然后你倒阁的话，赖清德还在呀，那要选的话，就总统国会一起来，但意思就是什么？我不要了嘛，总统因为总统不可能在这时候一起选，没有总统要选的话，还有一件事是正副总统一并请辞因为你总统请了，副总统在，副总统继任所以是正副总统一起请认为可能性吗？就来吧，现在可能性吗？你现在整个中央政府也有在做的事情嘛，面临到关税的事情一样，左荣泰每天也是在下乡宣讲。不是你说一句话嘛，倒阁倒完了，对不对？解散国会，正副总统请辞，正副总统都请辞不在位的时候，谁代理？行政院长被倒阁，那你到底要怎么处理？你那个逻辑你乱给我看。要一起选，怎么一起选？10日内，行政院长10日内要辞职，然后10日内必须提请并得嘛，提请总统，然后解散国会。要辞职。然后10日内必须提请并得嘛，提请总统，然后解散国会。总统在不信任案过了以后，10日内咨询立法院院长以后，就要决定要不要倒阁。然后我决定好倒阁，然后我辞职，然后我们一起选。请问你谁代理总统？请问一下。我们每次还记得吗？那时候讲美国总统的那个代理顺位，一直像那时候有讲说来台湾的那些高官哪一个人是我记得最高的是排在大概代理顺位对第3位啊第4位，请让我们立法院长排在第几位？第3位，我印象中是第3位。解散国会啦，没有总统副总统嘛，然后把解散了，然后呢一定还有第5顺位。第5顺位，我们有没有第5顺位？有一些部长，可是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发生过这个事，所以倒阁了也没有部长嘛。对，这全部都莫名其妙。好，可是这件事好啦，这只是大家纯学术讨论，因为一定不可能走到那一段。只是当在野党已经提出说好，那要不要倒阁了？在野党党魁也说，只要能够什么让独裁者下台都要考虑。但清华，作用力跟反作用力都一样嘛？对，所以。现在看起来，刚刚来宾有讲说，这个蓝营这一波的操作，就是等于是顺势把所有的蓝营，包括连比较冷漠的中间偏蓝，全部都推出来。但相对来讲，现在有很多是到第2阶，联署第2阶，所以会被相对也把要罢蓝的那些可能联署快过不过的那些，一样也推出来一堆，它会变成是这个样。那包括蓝营一直告诉你一件事：半蓝不半绿。然后包括手段上，为什么要大炮打小鸟？比例原则，这些在现在来讲的话，都看到是这个样吗？还是其实它背后有其他一些，不管地检署有没有在办那个办绿的、办蓝的都在办或什么？这个是大家在看司法不能够因为人不同而不一样，真的一样吗？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国民党所面对司法争议的这个柴火的状况，今天火是谁放的？请问这柴是怎么加的？你会发现柴火都是跟国民党自己有关系呢。请问这火来自于哪里？这个法律的火是来自于这个国民党自己在修法的时候，在去年12月20号的时候，3读通过选罢法第98条之2的修正案。
就是刚刚前面东豪哥在讲的，本来你只是伪造联署书的话，只要这个把你剔除掉了，就不会有影响到公益的问题。既然不影响到公益，那就不需要办了嘛。所以过去的历次的这个罢免投票、公投投票，即便有死人联署的状况，在后来呢也没有处罚的状况。但是因为修了选罢法第98条之2，而且我特别要把这画面拉出来帮大家回顾一下，因为影片都还在啊，画面让大家回顾一下。翁小玲呢，国民党的不分区委员呢，就是他们法修过了之后呢，他还要在立法院里面呢，直接大声的呛瞎。他说：“我在这里郑重的警告，你看这个上面啊，他郑重的警告谁？警告大抄特抄联署造假的罢免团体，不要说以为伪造联署会没有事。这次通过的选罢法第98条之2，已经增加了伪造联署的罚则。”所以五哥在这边这2个名词我们要把它做区分哦。过去叫做伪造文书，这个叫伪造联署书。所以它增加的是伪造联署书的罚则。未来只要有联署假冒的相关人士，都会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空间全部卡得死死的，你只要假冒联署书，你就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请问讲这句话的人是谁？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翁小玲哦，然后提案人是徐宇珍，哎，国民党的主发部主委徐宇珍，吴宗宪也有上台讲类似的话，对，所以等于说这个呢是去年12月20号3读通过的事情。好，请问现在时间是几月？现在是4月份的时间，整个国民党大量的跟死亡联署有关的事情都发生在1月、2月、3月的时间，所以等于你们去年12月20号修过的法，今年1月、2月、3月的时候，你们在这个做联署的时候都发生在你们里面啊。4月的时候呢，司法开始大办特办这件事情啊。那你要说这个火在哪里？火就是在国民党当初自己修过的，而财是哪边添加进来的？财不就是你们的交出去的一阶的联署书里面，就是里面柴火都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柴火在哪里呢？这个柴火再给各位看一次哦。这个死亡联署呢，罢免民进党立委的部分呢，这个死亡的部分呢是1923份哦，1923份哦。那再讲更白一点。1923个是因为已经过世了，所以那个签名这个一定有高度的伪造文书的问题嘛，假签名嘛，就是冒名签名嘛。那一定是，因为他人都已经走了，那你说这怎么出来？到应该说会不会有一小部分是签完以后才走的？所以罢团有出现说有一个的，中选会有解释。签完之后，那当然不算，那当然那个不违法。对，那当然不违法。我是自己签的才发生这个状况。国民党的那个青年军哦，这个也是罢团的一个领先人，有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哦，就是这1923个死亡联署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那个国民党有个领先人的讲法是说，好，因为民进党执政连死人都看不下去了，气的都出来签名了。好。那当然，这句话听你也知道，说这个不可能是事实嘛。当然，就这个只是硬凹而已啦。所以你可以看1923对于12哈，就是罢免国民党立委这边的12个死亡的状况。这其实你清查就知道他是联署完死亡，或是联署前死亡了。所以等于说这个很好去清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看到这个数字你就知道说，你今天如果真的要去追究这些所谓的冒名哦，就是假冒签名这些量体的话，这个。国民党的这相关的罢团的部分一定会查到很多。金华，你有没有听到朱一伦有直接讲？朱一伦讲说，那就民进党根本或中选会根本就在伪造那些数字，因为花莲4000多件，为什么不把它摆进去？你们就拿这几件在算。花莲所有的死亡跟他是把死亡跟你讲说有错假啦什么全部摆在一起，所以这朱一伦讲，他要讲说那些你们为什么都不算？就老讲那1900多个对12个。不过我可以体谅朱主席应该是心里很急啦，他把不同单位的事情都直接放在一起了，就是这个1923件呢，这个叫做死亡联署的状况，这是地阶哦。那4000多件呢，叫做格式有问题的状况，而且还未送件，所以他把不同单位的事情放在一起做比较，那当然得出来就是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说这个我不认为朱主席的这个头脑会没有办法区分这些东西的不一样。那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是心急，所以把它讲在一起。好，那再回答另外一个在讲办蓝不办绿这件事情，因为今天基隆呢也发生了，就是说很多民众我刚刚看了一下，很多民众呢在脆上面呢讲说自己今天一早起来，而且真的很早了，6点多，时间早上6点多的时候就遇到警察来问，警察拿着跟伪造文书有关的公文来问说，这是你有没有这个参加这一次罢免这个基隆林佩祥的这一次罢免的投票这个联署，就问他你有没有签名？所以呢，民众当然就很紧张的上来问说，为什么有这件事情？是查水表吗？还是什么状况？为什么
6点多的时候就过来了？那当然，他们去询问自己选区的议员，都有告诉他们，这就是基隆地检署的司法调查已经发动了，所以会有调查人员跟警方呢一起上门去做这个确认。所以呢，这个办蓝不办绿这件事，你可以看到，这是在基隆哦，就是说罢免林佩强这个区域里面，你可以看到我把它圈起来哦，在这里圈起来，这116就是被认为哈，就是地方选委会在查的时候认为有伪造情事116件的部分。那当然，今天有人在质疑说，那为什么这个基隆市政府发查询书、发查询单出去才发了26件？那为什么会有116件的伪造情事？那我个人认为这是2件不同的事情啊。去发查询单问说这是不是你的签名，跟我在查这些联署书里面发现这些字迹怎么都高度的这么相像，然后我怀疑这里面有伪造情事，然后就要请这个基隆地检署去做调查，这是2个不一样概念的事情啊。所以他开始在发动调查了，所以你不能说这个要办蓝不办绿啊。但亲王这个办案的手法，基本上我觉得是值得大家讨论的一块。对，不管你支持要罢免哪一个单位，这些人是老百姓。对。任何一个地检署针对这一次，你说要发动针对政党之间要去查核，要去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就讲在节目里面，蓝营讲说，包括手段上，你们需要这样吗？这都可以讨论，那是政治人物。对，这是参加一个联署的老百姓。对，凌晨6点多，警察来我家按门铃，问你有没有联署要罢免谁？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办案方式啊？问你有没有联署要罢免谁？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办案方式啊？你就算是问证人、问涉嫌人，好了，尤其现在，你不要告诉我你有拿一份公文给我看，说这个是地检署发，你真的会相信那个公文吗？各位，你知道诈团都有常弄一些假的公文。对，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过一个公民，我再讲一次，不管你是挺蓝的、挺绿的，你要支持罢蓝，你要支持罢绿的。任何一个单位，当初花莲，不过是民政局的人员，户政事务所，到人家家去，大家就已经快疯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因为最多就是查核，就算你是地检署要办案吧，对，怎么会是警察到你家6点多？然后他理由是说，我怕你接下来就出门上班了，啊，有这么急吗？你有很多时间都可以通知我。这个就很像为什么当年宪兵是早上来的时候那种。你说是不是那个样子？那是不适当的。白色恐怖4个字是当初创下讲的，因为宪兵戴白帽子，早上甚或凌晨把人带走。不是他不过就是参加个联署，你要通知我，然后一般行政单位大家都说你要用那个查核单来问，你怎么会是警察6点多？5个检察官偷懒。你告诉我这是哪一个单位办案？麻烦出来讲一下。基隆地检署。OK， 他偷懒嘛？因为正确的方式，因为不管他是因为他是证人，他是涉嫌人。因为冒名签署，第一个你要先巩固、确认证据嘛。他一定是当事人，一定是证人嘛。他如果没有签，也是证人；他有签，也是证人。证人作证的时候，你不需要录影吗？你应该是正式发传票，请到地检署，然后在法庭侦查庭里面问他呀，是吗？然后还有什么？还要发证人的那个车马费。你这样子就没有人可以讲你嘛？不是，他偷懒。我再讲一次，不管你是挺蓝的、挺绿的、挺白，你挺任何人，你要支持罢蓝的、罢绿的，你要罢任何人，一个民众行使公民权利都不应该是早上6点多警察来按门。各位你自己想想看，你在家里面或是左邻右舍。看到6点多警察来你家按门铃，吓死！对，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啦？这大家为什么办案会办成这个样子？我讲，包括国民党在抗议的讲说，为什么一大早要去搜政治人物面对这些事情，即便这个样那个手段，我觉得都可以讨论有没有必要是这样。但是对一般民众用这个样子，各位不觉得基隆地检署哪一位检察官，你觉得这个办案的方式妥适吗？延平派出所。你们觉得这个办案的方式妥适吗？大家都说对，不要为难你们，你们也很辛苦。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对台湾未来的民主发展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大家应该考虑的是这个，好不好 ？OK， 好不好？麻烦一下，细腻一点吧这一部分。那包括现在看起来，好，来，亲王再往下，
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这个从基隆的部分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整个案子都是在往下在办啊，所以这个办蓝不办绿这件事应该是没有的，只是有出现就是说今天民众呢看起来一大早6点53分遇到2个刑警，然后呢带着伪造文书罪的公文上门来问的时候呢，大家看了会觉得很惶恐，因为他一家人看到的时候呢，觉得突然有2个警察就这样出现了，所以大家是非常的惊恐。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为什么整件事情里面啦，我要说就整件事情里面你可以看到，这其实以司法的部分来讲，其实本案还真的没有太复杂。本案其实真的没有太复杂，所以本案其实现在看起来是进到了就政治阶段的部分。政治阶段就是说，这其实你可以看到啊，本案其实大家你看，不管是在台南市，还是在新北市，还是在台北市，基本上主要的证物就是2个，一个叫做党员名册，然后一个呢就是手机当然就跟里面的通话啦、那个 LINE 的记录有关系。所以这往下去办下去啊，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说这看起来向上办的空间，我也觉得非常的大。所以这也是回应到，就是说这刚好跟前2个礼拜，我记得我来五哥这边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国民党内有人跟我说，这就是有个系统的人做的事情嘛。意思就是这个系统的呢处理方式，由北到南他们交办的就是像这样的处理方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目前6都哦，我讲6都哦，6都从台北市、新北市，然后一直到这个台南市，基本上都到高雄市呢。基本上都这个国民党的党部，大概这些都有同样的类似的状况发生，所以再来是已经进入到政治阶段处理的部分，而政治阶段处理的部分呢，让大家看到这个也是拿出来觉得最有趣的，也是翁小林啊。为什么？因为翁小林现在出来跟大家讲说，告诉大家这件事明明是小事，偏偏要上纲到像是很严重的犯罪案件。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网友在说，这个就是标准的这个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这样子，就话这个法案是你们当初自己过的，然后弄到现在看起来呢大火一发，看起来不可收拾的时候，然后出来说这明明就是小事。现在对国民党来讲哦，你去请问昨天晚上在北检现场的国民党支持者，请问那是不是小事？那绝对不是小事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动作呢，让大家看到在政治的面向，第一个在政治面向的部分，现在看起来这个朱立伦他主席他是在做危机处理。所以他也不得不出来，因为显然基层的焦虑火已经烧到他身上去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啊，就是蒋万安市长到现场去所讲的话题，倒阁这件事情，我就只问一件简单的事情啦，倒阁这件事情，请问应该是如果他是一个对的策略跟方向的话，是朱立伦应该要主张的，还是蒋万安要主张的？蒋万安是台北市市长那他在讲出倒阁这2个字之前，他有没有跟朱立伦讨论过？如果没有的话，这在政治上就非常的有趣了，因为显然朱立伦在之前5个我们讨论这么一大段时间里面，他没有买单倒阁这件事嘛，所以几个这个主张倒阁的游说了之后呢，在国民党党内普遍也不接受，但蒋万安去讲了之后呢，让大家做了几个不同层次的解读嘛。第一个层次的解读是，他这个倒阁这件事一讲出来，如果事后大罢免的情况之下，国民党真的掉了好几席的话，这个朱立伦主席等于是失败的。那他的失败，那某种程度证明说，蒋万安当初提了倒阁的方向，不管能不能证实他是不是才是对的方向，但至少他当初那个讲出来倒阁这2件事，搞不好这个国民党才是对的方向啊。他等于把声量以及对于国民党未来的一个。我们讲说这个人心的向背，他可能就揽在身上了，这是一件事情。那第3个事情是，蒋万安的这个行为很有趣的是，我觉得他的幕僚。这个策略应该也是他幕僚跟他一起去想出来的啦，不可能临时到现场突然想到倒阁这2个字啦。当然，所以他的幕僚应该也想过这一件事情，这个不可能不知道倒阁这件事情呢，就是对于解散国会之间还没有这么快的连结的关系，但他就是要抛出这2个字出来，显然他还有其他的政治上的用意所在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件事从司法到政治层面看起来都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是国民党这边。目标是至少要能够催出在罢免投票中的支持者，但是另外一边看起来，这个对于支持罢免这一方，他也达到另外一种催票的作用。OK， 明显，刚讲对一般老百姓不应该在过程当中受到那样的一个心理的感受吧？这个我想国民党应该也会同意这个。那另外一段是现在看到，包括这一次国民党尤其台北这几个委员最近动作都非常大。那包括罗志祥在纪检署外面骂的那个字，已经重到连走狗都出来了。然后包括洪为昨天晚上在纪检署前面爆哭，然后所有这些国民党现在尤其台北这几个立委，所有这些动作是好了，当然只要罢免挂在那儿，我相信不管蓝的绿的都会有压力，而那个压力是感受到2阶已经过，然后接下来有很多人讲说，这个时候把3阶的所有的分文全部都塑造出来，尤其这几位委员算代表作。
第一个我先讲哦，包括刚刚董好甚至青黄也在讲说98条之二，其实今年总统2月18号才公布实施了。大家回想一下，去找新闻 Google 就好了啦。这个案子行政院还提复议嘞，民进党还公然反对嘞，说不要加身份证影印本，不要这条是民进党根本就是反对，然后现在拿出来拿这条再打那个打翁小玲。这个对不起，插一句话，民进党反对没错，复议没过也没错。可它就是生效了。像我来讲说，这一条是当初蓝绿攻防高度有争议的，总统2月中公布实施之后，到现在好，第一个公布实施，那怎么去实施？怎么去联署？中选会有没有找地方选委会去讨论过啊？第二个，在公布实施之前，老实讲啦，很多霸团第一阶段早就联署了嘛，早就在动了啊，所以那一阶段有没有虚伪造假错误那一些有没有去查？所以在一个法律生效的一个过渡期间，我先不讲这个是执政党坚决反对的一个案子，行政院反对提复议案的案子。那这件事情涉及到刑责，那牵扯到那么多人，第一个在执法的过程中有没有比例原则，甚至包括很多联署霸团，甚至民党立委，甚至也说哦，你这个很破呢，不是5年以下多案并成，一张就变成说一罪一罚，这样可能你们会被判30年、40年终身监禁啊，这不是公然在威胁？明显你刚刚要讲的意思是说，法律没有生效以前的行为，因为如果要是第一阶段，法律不受其纪委，对，就你们第一阶段的霸团，如果是在2月6号，所以你们觉得不应该适用？可是这在新制的看送件时间吧。对啊，我是在讲说新制实施生效之后。这个中选会是不是有责任跟地方，甚至跟联署、跟地方选会在讨论，跟政党来讨论？因为毕竟在罢免。好，我现在讲这些无济于事啦，你们也会拿翁小玲98之2再来攻击。只是我还讲说，这个效应会不会让人家服气？第二个，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符合比例原则？刚刚青王也讲说没有办案不办律，给人黑老公老顾老，我们讲了多少天了？然后从台南科来调查，台中调查，然后新北调查，台北调查，都过了几个礼拜了，然后基隆来查。好，会不会基隆是因为在野党家要求，结果他就不择手段就那个不符比例原则？所以现在到底要检调是谁下令，还是各自为政，会变成一个寒蝉效应啊？比例原则。所以我在讲说，台湾政治真的没有遇到像现在这么肃杀的，真的肃杀。我想说，现在比2004年那时候蓝军包括国青上街头的那种肃杀程度，真的有过之而不及。昨天的时候，大家在讲说，当朱立伦下军令说要战独裁，要叫所有党工指出来，大家就在讲蒋万安的态度。媒体昨天问他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很坚决的说我会去。他昨天到现场的时候就直接说，他代表他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然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然后。包括后来他是第一次，应该算是国民党主要领导阶层里头第一次抛出来说，立法院就倒阁嘛。虽然他也说了，当司法变成不公不义啊，什么这些的时候，他说立法院干脆倒阁。所以现在看起来，我看到您在媒体上面有直接回应说倒阁传闻已久，原来终于讲出来了。司法有没有不公不义？这不是您政客自己讲的。那你要面对目前的司法状况，那蒋万安提的是倒阁。那倒阁是个大事情，因为现在倒阁会过啊。如果蓝白联手的话，是但是前提要蓝白联手，是或者是绿营也支持，反正要过半嘛。那倒阁现在看起来可能性很高了。如果在野党要推的话，那问题是倒阁以后怎么办？对，那总统可以要求国会解散重选，那国民党要的是这样的局面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算是重大的政治主张啊，是，那也应该党主席来讲吧。你蒋万安是台北市长你讲的话代表国民党，代表朱立伦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蒋万安他昨天去现场说他今天不是台北市长，台北市长可以这样干的。我现在不是台北市长，不然你现在是什么？还有蒋万安他现在。我对他主张倒阁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我比较有兴趣像这种主张，通常以他这种高度的政治人物，直辖市台北市长，你去现场要讲什么，这个绝对准备好。当然不会事先到那个地方性之所至，不可能不能跟兄弟啊。所以你去的时候，你就主张要讲喊倒阁嘛。那蒋万安的盘算是什么？这个有几个问题了我刚刚说过，你倒阁一定要蓝白联手。好，国民党内
立委绝对一开始绝对没有一个赞成倒阁的了。为什么？因为咱今嘛的得手跟你倒阁，那丁算那没跟逃我们现在就已经赢啦。我们现在蓝白加起来过半了，干嘛要倒阁重选？我们神经病。那现在不一样，现在国民党内主张倒阁的立委，可能就是他自我判断我会被罢免掉的人。所以他与其我被罢免掉，他就不能再选了。我来拼重选，可能会赢哦。自我判断我会被罢免掉的人，所以他与其我被罢免掉，他就不能再选了。我来拼重选，可能会赢哦。因为那个投票率不一样哦，而且是可以直接直球对决，我的支持者也可以出来投。那如果这样的声音只有一两个，恐怕也不能影响到蒋万安了，除非国民党啊，比如说有几十个啊，或者是主要都在台北市、新北。有很多的立委都认为我会被罢免掉，那这样子来，可能就会形成党内另外一股赞成要倒阁的声音。但国民党的倒阁现在我觉得不会成功了。为什么？因为民众党不会答应啊，黄国昌没得验讨，你改选那个黄国昌可能剩2席，那怎么办？如果以目前看起来的政党支持度，黄国昌又不是笨蛋，但是喊倒阁，这比 keep 的呢，那比赛绕开呢，这有点像胆小鬼游戏呢。所以黄国昌不敢呐，伊这心机较重啦，伊的化工哦，没使跟他立委赶总统买来，你看，意思说他不是胆小是因为爱总统则会该算，那他就会赞成倒阁。那实际上你知道吗？让总统罢免，那你去罢免总统，那根本就不同法律嘛。所以你由黄国昌这样讲。就证明他不会支持。你有啥赢干了？我的，你看又是扯赖清德。绿营呢？因为老柯讲说，国民党你要讲要敢做，你做我们就支持你蒋万安，这只是要引蛇出洞的说法吗？还是绿营本身有评估过这个倒阁这件事吗？绿营从来都主张要倒阁了。那现在如果国民党真的敢提倒阁，其实我觉得只要民众党不支持，国民党就不敢了。好。那因为现在是罢免进行到一半，那只是民进党要如何跟这些公民团体的问题了，因为等于如果倒阁的话，我拍谁了？对啊，倒阁就没有罢免这个事了，罢免都没上，大家都该算了，但是这个也不是不能沟通，因为公民团体为什么要罢免？你罢免的目的就在于补选嘛，就改选嘛，那现在直接有改选的机会，反而这个其实我是可以谈。您自己会支持倒阁吗？我当然支持啊，因为这是要改选嘛。所以民进党像您这样主张的人不少吗？我觉得大多数都会这样。你像今天在立法院，要突然给你变更议程，行政院长一大早就带部会首长来，一开会院长就把他们请回去，然后就开始插入一堆议程，第一个国民党要延回到7月，为什么？因为他在7月以前，他表决通过一个人发1万块这7月会选嘛，收买民心嘛。第二个，那国定假日要多给人家放假不是说关税战打的企业很辛苦吗？你可不可以敢放假？那民众党更补刀民众党也来助拳他提什么核能、核三要延役，然后再提一个不在籍投票，要公投，这个是很有问题的你现在多数呢？那你如果主张核三延役，或者是不在籍投票，你修法要什么法律有什么法律，蓝白合作绝对过你为什么不敢？哪有把它诉诸公投的？如果你主张是这样子，立法委员的职责就立法，哪有立委不做自己的工作，把工作丢给人民，让你们决定，让你们公投？所以，但对民进党来讲的话就很痛苦嘛，因为节节败退嘛，你标管都没也无力阻止，那我们当然支持。所以你不会因为倒阁，因为目前看起来了，联署的，因为现在是35比15嘛，第一阶段，
可是第二阶段，那照一般民团现在所抛出来的，大家在评估，可能国民党大概会有2位数，甚或有没有可能到达20位要进入3阶？可是民进党的看起来，就算1阶过的，能够2阶过的，不见得会很多。那如果在这个态势之下，你们还是觉得不管，跟民团沟通一下，干脆让他倒阁，大家选。宁愿拼这个，也不要去赌那个罢免能不能多罢几席。这个当然要跟公民团体沟通。如果你要把这个对象罢免掉，就是你不喜欢他。其实不是不喜欢这个个人而已，甚至你是不喜欢这个政党。那你的罢免目的也是希望补选换一个立委。那现在倒阁的话，那就等大改选。OK， 所以新的立委就可能出现。那民团，我认为这一点大家其实可以沟通了。还有一点，民进党在估算上能够通过2阶的，现在越估越高。越估越高，你们估大概多少？被8啦、10啦、12啦、15啦。就有可能。OK， 那么只要2阶一过，进入那种投票的话，那就紧张了嘛。所以也许这样子，这些被罢免的立委，国民党立委了，就形成了一种不赶紧来倒阁，来倒阁跟来改算了。也许还有，因为倒阁的规定是，那总统不见得一定要解散国会嘛，对不对？就是换行政院长，然后得解散国会。你们是认真讲哈，不是故意讲一个，然后国民党如果提倒阁，最多换了一个行政院长，说哈，我就是没有要解散国会，然后罢免继续往下走，不是哈？我觉得啦，民进党内现在我了解起来，应该大家比较主张，那你干脆就解散国会重选，就改选。为什么呢？因为民众党不可能再保持8席。OK， 你知道吗？如果以目前的政党支持度的话，光这个部分，民进党就至少可以多个几席。我们评估起来。OK， 你不要小看民众党那8席呢，他现在变成附随组织，变成国民党的小老弟。这是最麻烦的地方。OK， 那不会只有你全部改选才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你才可以处理掉民众党。所以整个改选对民进党有利的地方也在这里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东好，昨天在北检前面那块，因为今天已经到黄旅的羁押庭了，昨天只是先问嘛，复讯嘛，然后到了凌晨才声押，所以显然在昨天晚上已经到推栅栏，然后到所有这些了。那而且昨天那个是赖以任。然后有一个律师冲出来，后来先讲那是他妹妹，也是他妹妹，那是他妹妹赖安，对。那所有的那一块，所有这些，在昨天晚上的激情，如果今天黄旅是羁押庭喽，这已经不同于昨天只是复讯而已喽。是，那你看看今天又会怎么样？一定人很多啊，不用怀疑啊。可是，好，我不知道答案是我用猜的，我觉得交保几率比较高。因为法官，好不好？听说陈审法官。受理法官是这个羁押庭的这个法官，是上一次让柯文哲无保请回的，那一位法官，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交保，或者是这个，除非真的像我猜的，黄旅警察的手机里面要连接到上面去，那就比较不好讲，否则我在猜了不起就交保了，交保了，案子没有很复杂，这不是什么复杂的案子。手机，然后联署书签名，所有签名，你看北检在做这些动作之前，这个新北在做这些动作之前，都有先做一件事情，所有的正本都有跑一趟调查局做笔迹鉴定。为什么？我要先确认是同一个笔迹，同一个人签名，那叫物证嘛。手机里面的也是证据嘛。然后再过来才搜索，才申请搜索保全证据嘛。那你要搞成这样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是检察官的话，他怎么办？学基隆就把它晾着，慢慢来，是这样子吗？不过这次的过程当中，不得不讲，尚国，对，我也不知道你是用经验判断还是什么，因为你一直觉得这一次的过程不见得会这么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从一开始你就把那个什么没有出来投票的啦，然后那个什么什么各自，你在节目很早以前也讲过，连包括大家觉得比较偏蓝营区的，像王宏威、徐小新或花莲，然后你每次在节目里面都在算那个当初没投票的，然后接下来或多少。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重灾区很难想象出现在台北这一块，而
最近看起来也比较激情的一些的演出，都会是这个样。台北，你判断再往下，整个状况会怎么样？第一件事情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些人大概2阶通过都跑不掉。基本上，我觉得这些人大概2阶通过都跑不掉。那基本上大家看了就开始看3阶的问题。对。那3阶的问题里面，大家第一件事情，你包括说朱立伦在北检采取跟他过去作风不一样，就是可能是前面也被骂了嘛，好那个。一定是吧？对，赵少康说不要只要嘴巴说说嘛，然后连徐小健都出来讲说群龙无首，群龙无首嘛哈。那你走过来，你看这一波下去，因为办的地方太多，办的地方太多，但是你办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主委被声压的就黄旅，就黄旅嘛哈。那大部分台北市我们说大结构上面来看。其实你从市长结构上面来看，以选举来看哦，它本来就是蓝大于绿。以选举的得票数来看，它是蓝大于绿。国民党哦，基本上过了7月，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所以一线生机过了7月，因为我从来没有算过台湾的大罢免最大的变数叫川普。你算它整个流程过程，你说关税的事情，对，你算流程过程。跟90天，其实90天最终如果谈到90天，最终的答案公布会在7月。然后你看罢团的整个的动作，从3月中领第2阶段，60天到5月中，40天的查对期到6月，公告成案可能就是7月。所以它并在一起了，它2个时间上兜得很近。它会出现一个问题，谈判结果是什么？谈判结果是什么？第一，股票是不是震荡？因为你谈判不可能每一个产业都能如你意。那你说未来第一个基本盘一定要动出来嘛？你包括像现在这个事情拉得越高，是动基本盘，拉得越高，基本盘会越上来嘛？然后第二个，你讲的那一些什么司法破坏啦，把柯文哲带出来，就是跟小草共鸣嘛。所以他们也要小草的票嘛。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未来国民党会帮柯文哲司法迫害讲话，应该会频率越来越高。你不要讲，连钟小平在节目里面，他那天在讲说，对柯文哲就是有犯罪，但你有必要把他压这么久吗？他也在改了，有他这个礼拜的时候讲的也开始转了，不改的话，他要移送党地处分了，也开始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在吹基本盘，司法的问题去跟小草产生共鸣，要白的票。那未来如果最大的变数出现在川普贸易谈判上面，那里面它产生的变数就非常大。好，可是现在看起来，创下还有一段各路诸侯，其实大家都在看，尤其像蒋万安要连任，那台中那卢秀燕市长是不是未来2028要更上层楼？包括要不要选党主席这件，因为他平常针对政治事情真的很少讲话，但这件事情卢秀燕已经连发了2天了吧？他已经连2天说话，而且说得很重。侯友宜昨天没有去，但4.6，他说他一定去。他发脸书，侯友宜也说呼吁赖清德停止大罢免。所有这些政治，尤其国民党几大诸侯，大家都在看的是，因为如果你下面的立委，连你自己，譬如台北市、桃园或台中，如果你这些立委假设被罢个1个2个，很伤，那很伤啊！连2026搞不好都保不住，还2028，所以对他们来说，不是单纯国民党现在已经面临到不是一个单纯立委罢几席。那个联动性可能是包括2026、2028，全部都在这里面啊。其实这里面呢，先讲的是国民党从头到尾啊，完全错估了这个局势。所以呢，刚刚讲说危机处理，危机处理我们知道所学公关那个危机处理第一课是你要察觉是危机，你连危机都没有察觉，当然就没有处理。现在总该知道是危机了，所以他们才会发生这些状况嘛。但是这个危机里面现在你刚刚一直讲的是板块轰炸，其实更大危机是什么？我前几天就跟那个政治所的几个老教授在那边聊天，大家在谈一件事情，
这次大罢免里面出来的另外一个，恐怕那个都是国民党现在无法去面对的。当然，民进党以后要注意，那个叫做整个的叫做代议政治的校正回归。什么叫代议政治？就是我们过去20几年、30几年，大家都习惯就蓝绿板块嘛，就对撞嘛。可是你要看到这些公民团体，当然我们也讲实话，可能也认识很多民进党在背后，尤其在后阶段有没有协助？有，当然有。可是发动者是这些30几岁到40几岁，突然之间他们真的发现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改变台湾。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老师在讲的是，告诉好几个博士班的学弟，你们要不要做这个论文？第3次真正台湾的公民社会在民主潮里面的一个自主性，因为代议政治，我们用的名词叫代议政治校正回归，开始启动，开始发现权力不是只是投完票之后，一个民主巩固再深化，这已经变成博士论文，刚刚很多博士讲的一个论文。刚刚国民党看起来还没想到这个。你的意思是说，这一仗完了以后，国民党连当初的版图可能都崩解，全部都崩掉。可能都会崩解。你们如果国民党还没查到，尤其国民党在里面懒。创耀哥，我可以帮你补充一下，像我昨天跟这个双北罢团的很多领衔人发言人参与人这些人在见面的时候，那个有很多都是原生家庭，就是支持蓝营，而且是长期支持蓝营的家庭然后他们甚至在这一次在罢免，在比如说签2阶联署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深入到眷村，因为很多是他们认识原来的人脉连结所以像那些过去本来这么长期支持国民党的人，然后这一次他们因为议题选择的关系，然后选择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那你说这些人他以后要怎么回到国民党的这个支持？我觉得除非国民党有一些变化，不然他们恐怕很难。而且我觉得那个就是说，用罢免的眼光去看选举，或是用选举的角度去看罢免，都不对，都不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件事，有一群人希望罢掉徐巧芯，但他支持费鸿泰。所以他也是支持蓝营的人。对，他都有说，我罢的时候是因为我讨厌他，我是讨厌，比如说花莲，如果罢的成是我讨厌傅昆萁，如果再推一个国民党出来的时候，他的选举与罢免一定是双方向一起走，不一定哦。我觉得选举跟罢免是2个不同的概念。所以你说国民党的蓝盘一定会被摧毁吗？我不认为哦，我不认为哦。来，其实这边和重点就是因为有时候国民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跟着曹新成讲的是除灭台共嘛，这当然是一个主轴。可是我要想说，不要太，他们也讨论一下，他们自己觉得也不能太麦卡锡。当然。所以你跟他们自己就会察觉，所以他们最后定的调是什么？不合适的立委。可是我们以前在蓝绿板块里面没有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往往是放在后面。他们所以最后的诉求叫做不合适的立委。那开始检验民代，我的票投进去之后，如果我发现你不合适，代议政治的校正回归。那当然，我有时候也会跟那个郡县委员那时候有谈过，他们如果变成是我授权，我可以收回。那行政权。你们也不要以为他这一次你们是在那边，你们行政权也要去。所以我说，其实现在当然有蓝绿板块，但是后面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政治系那边讨论，它可能是一个我们在一个新形态的公民运动开始在启蒙，那走到什么难度我还不知道。那明显刚讲到，对你们来说不是单纯在讲立委会被罢几席，国会版图会不会变成结构改变成执政党会变成最大党，因为那是来回进差6席嘛。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连2026、2028你自己还要参加2026，连2026、2028所有这些胜获，某种程度就算原来的版图不崩解，但是可能大幅萎缩或什么都有可能会出现的。第一个，我说国民党的组织有没有松散？确实松散了。那已经很久了。你长期没有执政地方党部，跟以前国民党执政，那过去的民党老是说你国民党的周善几百亿、几千亿，哪来那么多亿啊？我当过党部主委耶。那如果那么多亿的话，我连你们节目都可以不用上了，我出去可以坐宾士车、坐劳斯莱斯了，哪有可能？那什么时代了啊？根本没有，好不好？所以你是因为落魄了以后才来上我们节目？没有，你是这个意思吗？对了，就说上节目也需要养。以前国民党继续台北市党部是单独受访。就
说上节目也需要养。以前国民党以前国民党继续啊台北市党部是单独受访，很难请的，对不对？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子啊。以前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是在林森北路跟那个忠孝东路口现在的那一栋就现在就单独在那，单独一栋哎，台北市党部哎，现在台北市党部就要租人家的房子哎，曾几何时，以前一级主管是很大，所以不要以前让老师副秘书长是说我的凯迪拉克坐车怎么还没来？以前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可以打电话给电视，可以干预所有的新闻，现在曾几何时不可能嘛，所以不要用。那是上光在跑新闻刚出道的时候，那多久啦？你那个炫的什么干预？以前国民党文工会直接发包文宣案给媒体，对，我那个就过来勾诈洗啊啦，那个没有，根本没有遇过，那个没有很久啊，也就是你灯会而已哦。更那个，我觉得要更早了。所以对国民党来讲，组织没有像外界想象，没有所谓的党产，没有所谓的说组织啊动员下去，这一个下去，然后所有里长都国民党的，议员都国民党的，行政系统都国民党的高层啊，联署就出来了，没有那一回事啦。只是说国民党如何去拆解外部危机跟内部压力，怎么去弄，就说现在不用去检讨党中央，你去检讨党中央的话，我觉得说对于说目前要凝聚一起，所以。会，我觉得会有伤害了，所以下午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是会尽量去声援了，也希望说黄旅可以平安无事了。OK， 不用检讨的话，你们朱主席什么时候会带队去呢？啊，不是被骂不要只口头说，要拿出行动带立委去法务部静坐。你认为不骂一骂，不检讨，你认为会有今天的状态吗？那现在是现在不用去算计个人的前途了。比如说有人认为说啊，现在我冲一冲，我就是要选明年的议员。没有，赵少康没有要选立委，也没有要选议员，也没有要选党主席啊。没有，可是有他的朋友好像要选了。没有这个我是不晓得啦。我觉得不用顾虑到个人的前途跟进退啦。你们可能没有像我感受到，对我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所以应变小组排除某些人的想法也是这样哦。那你对我来讲呢？国民党是已经面临到生死存亡，是真的被打压到那种。那你们党中央排除某一个阵营里面比较典型的什么蓝？那就不放进去，这叫思考吗？现在需要凝聚所有各对外讲团结，对内是干这种事。昨天上街的，包括在北检的，很多人面临到刑事责任啊。譬如说我博弈配军，很多我们都是战斗蓝彩绘，我们全部都战斗蓝，也都在现场，都在第一线啊。所以也不是说你们是战斗蓝的不具太多色彩的人，战斗蓝极具色彩的都没有进应变小组啊。我有打给黄健庭秘书长说要怎么去处理，所以昨天虽然他没有开会讨论，可是我觉得集体要挑战，要去抗争。明显讲白一点啦，上公意思是在讲国民党内部表面讲团结，还在排除异己，还在把某一些有实力的全部都排。上公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你有排除一部分啊，是如果照上公讲的是，刚才聊的时候，我不是都有跟你讲吗？你也问我怎么知道？我刚电话很多，你看，我刚电话很多，我没仔细听，他们都在场，所以我随便糊弄你，我电话那么多，我只说你随便糊弄我，他说糊弄你有上公所讲的是事实的话，不利于国民党团结对抗民进党。那你们就要回去检讨党中央为什么要这样呢？没有了，这也不能你说检讨党中央的真正的决策，我也不了解。我直接讲，不要为难李明显。好，不要为难李明显。他真的很难回答一些事情，因为他没管不到那么多。可是现在看起来，幸好我刚刚讲，包括你说双北是重灾区，然后尤其台北的几个委，罗志祥最近跟民进党的不管是委员、议员或什么，是直接杠上了。简书培跟他之前讲，然后还有罢免简书培。然后那准备他们在检视的，就是包括他的一些政治现金。罗志祥一直告诉所有的人，就讲他的政治现金都非常清楚，都依法所有这些事情，你们大家要有什么东西就直接来。那为什么会一直限着这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因为罗志祥是第一个被宣布跨二阶的。对，那摆明了他也直接讲了。那当宣布跨完二阶以后，你会注意到，跨完二阶以后，大家的态度都不一样。对，因为那时候大家就直来直往，内地是直球对决，他就是这样子啊。对。那这个我要这样讲，第一个是先讲罗志强，他现在其实就是标准的，因为他确定他已经进二阶了。对，他过二阶，那他要进三阶，也就是他要进热战的部分。所以热战的部分对罗志强来讲，这时候策略不一样了，他已经没有所谓的降低联署数的空间了啦。对，所以他这时候要做的是尽量的把支持者催出来投下反对罢免票，这个是他要做的事情嘛。所以他现在开始采用的政治对抗动作就会变多了嘛。所以呢，他就会
比如说这个早上政治对抗最好是找上一个人啊，所以他早上的标的就减赎赔嘛，所以他就不断杠上减赎赔，把减赎赔的可能会被判了刑期从5年再追加到10年这样子啊，然后但是不管哪一篇下面都要追加一篇他在卖书的那个连结嘛，那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会被减赎赔拿出来，双方在做政治上的攻防。好，政治攻防是另外一块啦，那他要怎么卖书，这又是另外一块。但是问题在于说，当他进到了这个3阶要热战的时候呢，他过去因为其实你知道。过去罗志祥的这个政治现金怎么使用，其实大家没有做那么多的检视啊。有人在检视，但检视的其实不是很多。为什么？因为面对到罗志祥自己在选举的时候，因为毕竟这么多人都在选，大家都在选啊，这个全国这么多选区，所以不会特别去看罗志祥这个选区他的政治现金怎么用的。但是呢，就是会在你这个罢免这个时间点，你就是会被挑出来、被找出来。比如说罗志祥政治现金，因为大家在谈的是最容易谈的就是他在2022年的那一笔，他募到了1400多万的款项，这是事实。那募到1400多万款项里面呢，那当然之前有人在质疑说，他在桃园行脚的时候，在6月9号的时候，6月9号既然6月10号有一笔这个支出是报在高雄的万豪酒店，那这也很奇特啊。就你人在桃园在行脚，6月9号的时候，那为什么6月9号、6月10号的时候，你会有一笔支出是报在高雄的万豪酒店呢？这个也不合理啊。因为这个看起来也不是他在使用啊，那更不用说郑孟儒后来发现，就是说原来这个时间他在罗志祥的脸书上找到有一篇同一时间，原来是他的太太到高雄去，然后所以这个万豪酒店是不是他太太在高雄的住宿？所以6月10号才会这么有一笔万豪酒店，也就是他太太住饭店的支出呢，用罗志祥的政治现金去做申报，这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更有趣的是，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告诉大家说，他的时间点主要是坐落在他的整个退选在6月6号，行脚结束在6月17号的时候嘛？那这一张也是被挑出来在质疑的，质疑什么呢？你看这一张上面所列出来的这个时间点的部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从11月你看 Apple 这几个字，这个从2022年6月9号以下的这些 Apple 的支出，这边支出很有趣啦，因为有一笔6月9号，你就勉强算在罗志祥6月17号的行脚之前，但下面。6月21号一笔，6月24号一笔，6月29号2笔。6月21号这一笔呢，是在罗志祥行脚都结束了，但是呢，他支出37890块，下面那一笔1490块，再下面一笔59900块，再下面一笔44720块，合计144000块，我都帮他算完了，所以他当然就会被质疑说，那。你这个6月17号，你既然也退选了，你行脚也停止了，那为什么后面又报了这4笔高达144000块的预算去采购 Apple 的东西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跟合不合法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大家把这些使用的内容挑出来的时候，就开始跟柯文哲一样，一开始大家对柯文哲的政治现金申报。跟使用是观感上觉得怪怪，你怎么会用授权金去消耗这个支出？到后来查到授权金还流到你个人账户，这就产生了违法的问题了。所以罗志祥这个阶段呢，也进入到说大家在开始检视他政治现金的细节，尤其我知道这个其他还有人在看的细节，还包括罗志祥的这个有许多品项的部分，包括许多爱去的餐厅的部分，重复的比例很高。那会查到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有看接下去会查到什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跟合不合法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大家把这些使用的内容挑出来的时候，就开始跟柯文哲一样，一开始大家对柯文哲的政治现金申报。跟使用是观感上觉得怪怪，你怎么会用授权金去消耗这个支出？到后来查到授权金还流到你个人账户，这就产生了违法的问题了。所以罗志祥这个阶段呢，也进入到说大家在开始检视他政治现金的细节，尤其我知道这个其他还有人在看的细节，还包括罗志祥的这个有许多品项的部分，包括许多爱去的餐厅的部分，重复的比例很高。那会查到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有看接下去会查到什么。OK， 那当然我完了一开始就讲，因为罗志祥就讲说，对于所有他的一些的，包括政治现金啦或支出，都是依法，然后包括不管是申报啦或者使用，所以那大家要查，那他一点都不 care， 只是这一仗看起来对所有的委员都尤其是在挂在罢免上面的委员，一定都非常的重。都好，最后1分钟问一下。所以现在进第3阶段，对于蓝营来讲，白营尤其是黄鸿昌或是白营能够推出来，能够帮助投票那些比例上来讲，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就像岳文之讲的，能够站上来帮忙投票，他已经没有考虑什么叫做仇恨值了。他觉得仇恨值全部都出来了，现在只要能够出来的，对他来讲都是注意。所以白营现在对蓝营来讲非常重要。
当然了，因为这么讲啊，在1年以前，国民党能够当选那么多区立委，其实有一部分很重要的选票来源是柯文哲的总统选票。那你当然要把这一部分票再找回来啊。因为这个就是进入3阶都是热战，都是热战。民进党在各个立委选区的选票不会低于20%嘛，25%，还有一些选区甚至早就超过25%了嘛。但是罢免，因为罢免这个时候比较特别的，他因为选立委的时候，因为有对照组，罢免只有1个人，所以黄仁举如今天这个事情有助于国民党催票，然后呢，黄国昌他们有助于国民党催票，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很难论断，很难论断。那就算罢免过了，补选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2个没有等号关系。OK， 然后补充一下，后来看那个原来那个朱法官跟人家换班。所以就不是啊，所以换一个女法官。OK。但是我还是猜交保几率比较高。OK， 来，明贤最后30秒有什么呼吁吗？所以大敌当前，对国民党来讲，现在就有团结了。现在不是还不到检讨的时刻了。至于说谁要选党主席，谁要选立委，现在有没有团结？没有了，谁要选议员，谁要选立委都没有关，因为毕竟现在只能讲团结啦。所以我们下午还是会最后插一句话。不过我觉得朱立伦的时代大概就结束了。国民党未来新的领导人在这一波大罢免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到了。来，明贤还没讲完呢。所以我们会一起团结，我们下午还是会站上去声援啦。那至于说黄旅的部分，我觉得他对我们真的很照顾了。所以，声援他不只是声援他，也不只是声援党中央，而是希望这个司法可以独立自主啦。因为这个民主自由，司法不要变成为政党或为谁或单一政党或违反比例原则，这个会丧失人民的信心。OK， 所以有人在讲说，这一次如果罢免，好了，假设没有倒戈没有成，大家还是在走罢免。可是对蒋万来讲，2026要连任，万一台北被罢个1席2席，对他的连任一定大有影响。那卢秀燕当然大家跟你讲，他可能是国民党2028要进驻大位的人，所以台中要保几个很重要。那侯友宜虽然没有要接下来没有办法再连任，可是如果要是他的里面被罢掉几席，对他也不好看。所以有人在讲说，这次对国民党不是只是在守几席立委不要被罢，是2026县市长的选举，甚或连议员选举，甚或2028的前哨战都在这时候开打。在野党如果要选总统，一定要先拿下党主席。这必然啦。你才可以指挥党机器。所以现在想选2028的总统的国民党人，一定要先拿下党主席。所以现在国民党进行的基本上就党内的党主席选举的布置了。那面临来的挑战，第一个就是大罢免。那朱立伦快倒了，就是也是因为大罢免。他一开始的判断错误。所以你看，战斗蓝就指责朱立伦。其实卢秀燕也等于是在指责朱立伦。那蒋万安那个样子看起来，基本上也是对朱立伦很不满。所以有人在讲说，这一次如果罢免，好了，假设没有倒戈没有成，大家还是在走罢免。可是对蒋万安来讲，2026要连任，万一台北被罢个1席2席，对他的连任一定大有影响。那卢秀燕当然大家跟你讲，他可能是国民党2028要进驻大位的人，所以台中要保几个很重要。那侯友宜虽然没有要接下来没有办法再连任，可是如果要是他的里面被罢掉几席，对他也不好看。所以有人在讲说，这次对国民党不是只是在守几席立委不要被罢，是2026县市长的选举，甚或连议员选举，甚或2028的前哨战都在这时候开打。在野党如果要选总统，一定要先拿下党主席。这必然啦。你才可以指挥党机器。所以现在想选2028的总统的国民党人，一定要先拿下党主席。所以现在国民党进行的基本上就党内的党主席选举的布置了。那面临来的挑战，第一个就是大罢免。那朱立伦快倒了，就是也是因为大罢免。他一开始的判断错误。所以你看，
战斗蓝就指责朱立伦，其实卢秀燕也等于是在指责朱立伦，那蒋万安那个样子看起来，基本上也是对朱立伦很不满，你第一个，蒋万安是台北市长啊，那台北市又天龙国，所以蒋万安第一个，你必须要确保国民党这几个立委平安无事，弄到平安没代志那如果有任何一个立委被罢免掉，真的补选又输掉，那对蒋万安绝对是个重大打击，重大一个挫折嘛，你这起定消亡，母鸡就是大细家嘛，躲在你旁边安不安全的问题嘛，所以国民党现在在争的绝对是党主席的一个布置嘛，那考量的当然就是2028，那当然2026会先来了，2026会先到，所以相对的你如果这次大罢免，直接影响就明年的提名了，是明年提名，所以你看这是国民党这些青年军这些联署的，每个都是选议员，你知道吧这个什么青年军你看每个都是哇，这个很恐怖啊，穷刚刚他红卫兵呢，就是趁这个机会没有更好的舞台了嘛，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国民党看起来有一点乱了，因为朱立伦压不住阵脚，朱立伦最大的结盟者，他党内最大的力量其实是傅昆萁，傅昆萁为什么可以回到国民党？是因为朱立伦，同舟，马英九跟金溥聪是不准傅昆萁回来，是朱立伦用了一个什么同舟计划把他弄回来，然后他又当了党编，党主席其实不怕，其实党主席最怕就是党团不听他的，所以党编一定是自己的。还有一个就是他党内的政策会执行长嘛。那傅昆萁当总召，当然就是朱立伦掌权嘛。他布置的完全是没有错，但是现在的傅昆萁，你看他几乎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包袱了，他成为那个包袱了。那我们看一个地方，我再举大家看一个地方了，徐小新，徐小新那说国民党没有领导，群龙无首，这不是突然间不小心讲错话了，我觉得这个基本上都是有一点，不只是挑战朱立伦 ，OK， 也是讲给卢秀燕听的，所以现在我不是朱立伦的我不是听，我不是朱系的人，朱系的立委我不一定挺朱立伦否则你看立委这个时候去直接这个摆明的把朱立伦闹亏，所以国民党现在看起来是有点乱了 ，OK， 是有点乱那有点乱的话，朱立伦现在没有什么方式来应付，他唯一就是走极端了，所以你看他包围地检署，包围法院，他是下全党总动员的，党公子全部都要去，是我把你们全部绑在一起我上来，我如果传承了，大家跟我一起承，OK。接下来大家看到，在今天当黄旅的家庭，朱立伦再次带着国民党的党工作人员上街头以后，那这火一路延烧下去，对整个大罢免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妹子妹，我们下周见，拜拜。